可能金川议员到临死才明白，一个人赢多少输多少根本就没有意义，每个人到最后都一定是输个精光，时候一到什么也带不走，然后变成一堆灰。信长表示，你他妈要死赶紧死，别搁这阴阳怪气。大家都知道统辖间之战，织田信长以出奇的勇气，以2000人决战部队奇袭成功，一战讨死了金川议员，赢得了战争胜利和争夺天下霸权的入场券。但站在金川家的视角，事情可能并不是如此。这里是巫女花散里，今天我们来看看金川议员视角的统辖间之战，记得先点赞关注哦。金川议员把库罗斯入老、停车唱歌鼓舞士气的事就不用再说了，这只是纯粹的人格评价，和后来的战斗结果没有太大关系。关于战斗，信长公记记载，雨停的时候，信长举起长枪，发起冲锋号令，织田军溅起的泥水如黑烟般挡住视线。金川军见状，仿佛被洪水冲散，纷纷扔下武器，四处逃跑。扣除掉演绎的成分，我们能得到的主要信息是，金川军没有准备好战斗，一触即溃，以及织田军应该采用了迂回奇袭的作战。这两个基本信息也是自江户时代以来通说的核心条件。不过事实未必如此，这是政治史学者们的观点。江户时代起，军事史的学者们中就有不少认为，织田军可能是拥有同等兵力，正面冲击金川军，然后打败了对方。信长的决战部队可能并不是通说中的2000人那么简单。正如我在前面统辖间7个决定性战场因素的视频中提到，现在的织田家是拥有超过40万担领地的。有趣的是，2000人袭击成功的说法多是出自织田方的记录，而支持正面决战议员不敌战死的说法则多是出自金川方的记录。今天做的是金川视角的统辖间，自然要采用金川方的记录。山河物语就记录说，前一天会议中决定松平军负责给大高城运粮，由于可以看到织田军在巡逻，所以松平元信，也就是德川家康，派出了鸟区中广、三浦实胜、内藤中乡、内藤正成、石河十郎左卫门侦察敌情。三浦实胜回报说，敌人有一支庞大的部队正在附近，现在先布阵防守才是安全的。对此，少年德川家康直接选择了无视。他回答说，现在就把军粮运进去。石胜这家伙到底在说什么疯话？现在的织田家怎么可能有能力组织起一支足以威胁我们的大军？值得一提的是，此记录在江户时代的修订版中被大幅修正，人物关系和故事脉络都完全不一样。按原版的说法，其实家康是无惊无险地到达了大高城，至于什么时候攻陷的丸根寨则不明确。江户修订版说法中的德川家康少年猛将铲平丸根寨的故事，可以回看之前的家康视角的统辖间之战视频。后来的家康集收录的金川方统辖间之战过程记录中写道，在5月18日的军事会议上，因为镇守大高城的上乡城城主提电长照已经太久没有出战过了，会议决定换班由德川家康负责防守大高城。在讨论交接流程的会议上，找来了负责在这附近观察织田军情报的松平家家臣石河六左卫门征求意见。六左卫门语出惊人，说织田信长集结了一支庞大的部队，他突然自己带着少数人马到处游荡，就是让我们误以为这就是他的主力部队，其实还有2倍的兵力被他藏了起来。你们看信长那自信的样子，他知道自己要打胜仗了。将领们听了之后都很紧张，问他织田军到底藏了多少部队。六左卫门回答说，我看到的信长率领的真正大队，最保守估计也有5000人，应该要更多。听到这话，将领们反而不紧张了，他们哄堂大笑，嘲笑地说，织田军竟然有5000人那么多呀。六左卫门也是回之一笑说，看来你们虽然是领兵打仗的人，竟然却不懂得如何计算兵力啊。我来告诉你们，当你们从下往上看部队集结时，看起来会比实际上多很多，而现在我们是从上往下看到他们集结，人数看起来就会比实际少很多。其实你们都在这里看到过超过5000人的织田军，只是没有引起注意啊。当代有名的战国历史学者小林正信在写他的信长编年史时，也采用了军事史学家藤本正行的一手史料考据总结。在统辖间的森林中，金川军发现了织田军的数千大军也正在统辖间的森林里活动的不可思议的光景。闻讯之后的金川议员先是大吃一惊，然后感叹说，将军原来并不是骗我，织田家比看起来强大很多，现在还不是金川家上落的时候，但是事到如今为时已晚，现在重要的是让事情不要变得如同足利义辉在劝返信中预言的一样，你现在上落的话会死在织田信长的手上。当然事实确实是为时已晚，
到了这个时候，金川议员已经注定要成为日本战国最大的经验包，被织田信长捡走了。统辖间之战最大的谜题还不是信长怎么赢的，传奇转折以少胜多，在战国多的是。最富争议的话题还是金川议员为什么要入侵尾张，毕竟这是金川议员自己脑子里才知道的东西。现在怎么考据史料都很难准确地断定这一次出兵到底是什么目的。近代日本国民史织田信长卷中的观点就代表了通说。他认为金川议员也很清楚自己的家格，他想上洛，想成为幕府的背后统治者，想成就一代霸权，应是由来已久。为此，他的第一个障碍就是尾张的织田家，解决织田家问题是他的第一要务。多年的西进夙愿终于在永禄3年5月1日成型，率领郡、远、山和附庸将领们出阵。5月12日，留金川世真太子监国，金川议员的主力部队离开郡府，号称4万人。议员的眼里根本没有织田家，他只是想，如果织田家抵抗的话，就一次灭了他们，然后通过尾张国继续前进。近世日本国民史已经是明治时代的出版物了，但这个通说追溯更加长远。事实上，早在本能寺之变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将军地藏军记中就记录说，永禄3年5月，郡和国金川制部大辅议员为了讨伐尾张国织田家，然后上洛服务将军，率领1万余人军队进攻尾张。这个记录其实相当合理，先要灭了织田，然后才能考虑上洛，出动兵力1万出头。但是成书的当时强调金川议员上洛，显然符合很多势力，尤其是武田家、毛利家以及室町幕府的利益，所以不能排除作者故意附会。但无论如何，因为记录离统辖间之战的时间实在是太近了，所以以此为依据，形成了金川议员上洛通说。当然，其他的说法不是没有，很多人误以为严肃反驳上洛说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其实不然。早在江户、明治、大正时期，都有很多严肃学者考据现在我们所讨论的各种可能性。之所以会有近几十年才开始反驳的错觉，是因为在当代之前经历了军国主义时代，一个集权时代中的历史学显然是只允许有一说，不由得讨论其他可能性的。1978年，受官方委托编纂骏和金川家历史，久保田昌西主导的金川市研究会综述了历史上对金川议员上洛理由的严肃假说。里面说，顺便一提，大多数研究都说金川议员出兵的目的就是上洛，但是入侵尾张本身就是目的的可能性呢？信长公记和三河物语这种可信史料中的相关部分完全没有提及金川议员的目的，同时代的其他记录中也几乎没有人直接说明出兵目的是上洛的。那么议员入侵尾张的原因是什么？可能的答案是金川市在山河地区的势力覆盖问题。当时的官方文件往来显示，金川家可以命令整个山河国，但与东山河地区相比，西山河地区的官方文件压倒性的少，这一点不应该被忽略。换句话说，虽然金川市名义上控制了山河国，但可能只有在东山河他们才有控制力，西山河领主们拥有更多的自主权。金川家想要真正控制住西山河地区，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松平家还没有完全在金川家和织田家之间确定立场，而金川家对西山河的统治很大程度是委任给松平家的，而织田家现在正对明海城虎视眈眈。永禄3年5月8日，金川议员获得了山河守的官职，拥有了统治山河国的完全合法性。他当即亲率大军驻扎在西山河东尾张，可能只是为了收复摇摆势力的武装示威，或是驱逐失去了干涉合法性的织田家势力。所以能做官修史的学者确实是更牛逼，在这段非核心内容的讨论中，早就直接预言了现在除了上洛说之外的另外3个最主流假说方向：巩固山河统治说、救援明海大高城说，以及对通说威胁最大的打击织田家说。我个人最采用打击织田家说，主要原因在统辖间7个决定性战场因素的视频中解释过，但是也说不上比上洛说更相信很多，就伯仲之间吧。上洛说它能成为通说，也是有充分的合理性的。事实上，即使在室町幕府结束了应仁之乱后，基本架构还是京都的将军本家和关东的古河公方2元统治，在政治上形成了微妙的平衡。当时古河公方的大老板足利义士的老婆是北条氏康的女儿，古河公方基本是北条氏的傀儡。金川家虽然是足利本家的正统分支，
但是金川议员是站在古河攻方的。事实上，甲相郡同盟就是古河攻方这一方的核心力量，而他们在关东共同的强敌是直接强调将军对关东管理权力的上杉谦信。织田家由信长完成统一之后，也确定了站在将军方的立场。在统辖间之战前2、3年，如大家所知道的，金川家、斋藤家、北条家和近江国各势力都发生了对东西朝廷的势力划分影响重大的事件。现在无论是古河攻方支持势力，还是金川家自己的地位，都空前的强势。考虑到这个博弈背景，上洛对金川家的利益非常大，大到可以作为确定整个日本霸权的第一步。我想，即使知道其中的巨大风险，任何一个大名都无法拒绝这样的机会。别说现在金川议员只是收到了足利义辉的警告，知道和织田家作战可能有风险，就连武田信玄和上杉谦信晚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上洛的情况下，他们还是要尝试一下。对于奋斗一生的大名，上洛是他们晚年的终极目标。这个角度上来说，上洛说是很合理的。这就是金川议员所看到的统辖间。都看到这了，别忘了点赞关注啊！我们下期再见。